和顾泽川恋爱7年，每当有女孩纠缠他，他怕我误会，就会送我一枚钻戒。7年来，我的首饰盒里装满了他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各式钻戒，每一枚都价格不菲，独一无二，在灯光下璀璨闪耀。前几日，他再次将一枚6克拉的粉钻戴到我手上，我知道这是他豪掷1300万美金定制的。我望着那片闪耀的粉色，自嘲地笑了笑。顾泽川，分手吧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顾泽川刚在上海谈完项目回家，就把一枚钻戒套进我左手无名指。6克拉的粉钻是全球限量的高级定制款，一枚就要1300万美金，价值不菲。我胃里却翻江倒海，觉得恶心。我拿出医生开的消炎药，吃了2片。顾泽川手背贴在我额头，语气担忧：生病了？前几天不是说好要看演唱会的吗？我马上订票，等你人好多了，我陪你去。我甩开他的手，不要了，那是他们最后一场演唱会，以后都不会有了。这场演唱会，我甚至提前计划了1年，日期告诉了他，他也答应陪我一起去。可出发当天，他说要去谈生意，没办法去。顾泽川眉头紧蹙，一脸愧疚：对不起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明明答应过你的事，却办不到。可这个项目是合作方好不容易答应的，我非去不可。谈恋爱7年，人人觉得我被他捧在手心呵护，他特别在意我的感受。每次不管是不是他做错，他都会先服软，主动道歉。他的自责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过分了。夕颜，我现在就给你买他们的珍藏版 CD， 你别生气了，行吗？你以后想让我干什么，我都答应。刚说完，就有人发了短信给他，他进厨房拿吃的，顺带在里头回复了信息。出来时脸色不太自然，合作方过来勘察项目，我得亲自接待。我扯着他衣角，对方老总爱吃荷花酥，我在厨房给他带了点你亲手做的，算尽地主之谊。乖，等我回来。说着，他去卧室换了身西装，喷了清新的香水。他放在茶几上的手机，我甚至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，所有软件的聊天记录删得一干二净，好像是我多疑了。而他的抖音加密收藏里，我看到一个精致貌美的漂亮女生，她的笑容似撒娇的猫，眼睛亮得像星星，美得就跟黑夜里最深处的火焰一样，容貌与我相似。她主页的前几条视频都是在上海拍的，在她视频里紧握着不放的那只手，戴的是和我一样的情侣对戒。置顶的视频里，她戴着顾泽川送给我那枚粉钻戒指，这样写道：粉钻太俗，我让亲爱的丢掉，给我买我最爱的蓝色海洋之心，假期就是要和最爱的男人一起度过，爱你。我拿手机录下视频发给发小，并将所有查看记录删除。赶在他从卧室出来前，我把他手机放回原位，将他擦亮的皮鞋拿出来放在玄关。首饰盒里又新添一枚钻戒，只要一招蜂引蝶，有女孩追求顾泽川，他就会怕我误会，搜罗各种精美的钻戒送我。他告诉我，我是他相恋多年的女友，虽然他没有做错事，可他只想让我安心，要我明白他心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他爱我，是这世界上所有金钱不能比拟的，希望能把全世界最珍贵的钻戒都买给我，让我高兴。偌大的首饰盒里填满136枚钻戒，7年了，我竟没想到他曾有136次怕我误会。我思绪拉回从前，发小却立马打来视频通话。顾泽川压根没有出去应酬，就在我家小区地下停车场
很快，他迈开长腿走向抖音视频里那个女孩。女孩欢欣雀跃，笑靥如花，扑进他怀里。他宠溺地抬起她的下巴，凑过去深情拥吻。幽暗的停车场，灯光洒下一片朦胧，俊男与美女静静相拥，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。他亭亭玉立，长发如瀑般垂落在肩头，眼眸似秋水般澄澈，娇艳的双唇微微开启。要不是那是我男朋友，我真觉得他们好相配。缠绵许久，顾泽川终于不舍得放开他，在衣兜里掏出一个红色首饰盒。你说你喜欢金饰，我特地给你带的，你肯定惊喜。谢谢。明晚的公司团建那么重要，不知道我能不能带他一起去呢？女孩小心翼翼地试探。当然。顾泽川身姿挺拔如松，深邃的眼眸中满是柔情。只不过你不能弄坏了，这只是借用，等宴会结束，我还要还给沈西妍。我呼吸一滞，金饰我确实有很多，也分不清他拿了我哪条。女孩靠在他怀里撒起娇来。我清楚的，你不用这么时时刻刻提醒我。他搂着顾泽川胳膊进电梯，声音软糯。泽川，我最近心口不知道为什么总不舒服，等上楼你一定要帮我看看怎么回事。他们坐电梯上楼了，发小走到电梯口，拍起了电梯楼层。电梯停在8楼，而我家在9楼。等他爬楼梯到8楼时，在楼梯口只能听见外面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拍不到人影。泽川，是不是你女友平时少给你降火，所以你每次见到我才会那么着急？暧昧的气息在空气中盘旋。顾泽川闷哼一声，带着不悦。苏沫沫，女孩喘着粗气。行，我懂了，不能背后说他坏话，对不对？急促的喘息声响遍楼道，却在门关上那一刻戛然而止。发小没有钥匙，自然进不去，只能在门口等我回应。我脸色苍白，握紧手机的手都忍不住发抖。西妍，要不要等他们出来，再看看女孩住哪？不了，刚刚停车场昏暗，我看不清那条金项链的款式。你有没有拍照之类的？有，可是被女孩收起来了，金项链没拍到。我心就疼了一下，滚烫的泪水从眼角滑落，紧紧地蜷缩在沙发。苏沫沫，曾几何时，顾泽川不准任何人提起他的名字。顾泽川的好兄弟告诉我，他曾经有过一个深爱的白月光，名叫苏沫沫。她温柔贤惠，可顾母却不知为何非常讨厌苏沫沫，不准他们在一起。8年前，苏沫沫的父亲强迫她嫁给巴黎一家知名企业的老总。举办婚礼时，顾母在休息室看到苏沫沫趴在顾泽川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，衣衫不整。苏沫沫甚至表示，只要顾母同意，她愿意立刻取消婚约，和顾泽川私奔。顾母气愤不已，把儿子撵回家，不准他再和苏沫沫见面。苏沫沫定居国外，结婚生子。顾泽川失魂落魄了1整年，终于在看到那个神似苏沫沫容貌的我之后，才算抚平心中伤痕。可笑的是，直到此时此刻，我才明白，我不过是苏沫沫的替身而已。正主已经出现，是不是我也该全身而退了？我将粉钻对着阳光看了又看，这么贵重的钻戒，确实是配得上苏沫沫。半夜顾泽川回我家卧室时，以为我睡着了，浓烈的酒气刺激着我鼻腔，接着是他打呼噜的声音。他的手机静音，屏幕亮了又亮，有好几条信息发进来，刷到最上面。苏沫沫问他情况怎么样，喝醉了不如直接在他那边睡下。顾泽川，久别胜新婚，就是要你想着我才好。苏沫沫，那你说清楚，是让我想着你的人
还是想着你的身子？都想。明晚公司团建，带你去看看我为你打下的江山。我心底涌起酸涩。半个月前，顾泽川告诉我，公司团建要带上我，让员工们见见未来老板娘。结果昨天他又说团建不举办了。其实团建照常举行，他不过是不想跟我去罢了。他们团建的地点定在花溪路一家豪华 KTV， 我如约而至。公司成立2年，员工众多，却没有人真正见过我。顾泽川在欢呼声中进场，牵着身旁羞答答的苏沫沫，舍不得放手。他海藻般的栗色长发随意披散在身后，冷白皮在灯光的照耀下越发肤若凝脂，精致五官娇艳脱俗，眼角的泪痣又给人一种冷艳的感觉。搭配上那条精致的金项链，整个人显得愈发贵气逼人。员工们交头接耳，都在讨论未来老板娘好漂亮。我也忍不住凑上前。灯光昏暗，没人在意穿了一身黑礼服的我。我在看清她脖子上项链的一瞬间，瞳孔骤然紧缩。那是我妈的遗物。我一个箭步上前，手中的酒直接泼到苏沫沫脸上，趁她还没反应过来，直接一脚把她踹倒在地。谁给你的胆子偷我的项链？马上给我摘下来还我！我妈是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，这条项链是她生前最喜欢的一条，一直戴着。她去世后，金项链被我锁在保险箱里，每年都会拿到金店保养，根本舍不得戴。去年金店员工不小心把项链掉到地上，我为此偷偷哭了好久。可苏沫沫凭什么把我妈妈留给我的珍贵遗物随意佩戴在脖子上？原本众星捧月的苏沫沫瞬间跌落神坛，她哭得梨花带雨，贴在顾泽川身上，挽着他的手臂，浑身发抖。顾泽川明显想不到我会来，他一把将苏沫沫甩开，朝我走来。沈西妍，这都是误会。苏沫沫却不依不饶，站起身，从顾泽川身后紧紧抱住他，不准他向我靠近一步。他转身宠溺地摸了摸苏沫沫的发顶，苏沫沫可怜巴巴看着他，膝盖被我踹到的地方淤青红肿，他忍痛咬了咬红唇，更显得招人疼爱。顾泽川欲言又止，最终不忍心对他说狠话，他过来拽着我的手，迫切开口：“沈西妍，你别多想，这是我好朋友。”我心跳猛地漏了一拍。顾泽川，你想交什么狐朋狗友，我不管你。我命令你马上把我的项链还我。顾泽川下意识护在苏沫沫身前，你能别无理取闹吗？他是我好朋友，把东西借他带一下怎么了？又不是不还你了，不问自取就是偷。我眉心紧蹙，恶狠狠瞪着他们，你们这是在犯罪，立刻把它还给我。顾泽川，我和你说没说过这条项链的来历。我不要的男人可以当垃圾丢掉，但这条项链对我来说意义非凡，他连碰都碰不得。顾泽川眼眸一沉，眼神闪过狠厉。苏沫沫直接挽着我胳膊就嚎啕大哭：“你就是西妍吧？抱歉，是我告诉泽川我喜欢金饰，恰巧我回国没带，看到他照片里你的金项链很漂亮，是我让他向你借的。对不起，你怪我就好，千万别怪他，行吗？”我用尽全力朝他脸呼了一巴掌。行，是你让我怪你就好的，现在我很生气，你最好马上把项链拿下来还我。我伸手想摘那条项链，他却后退几步，跌到顾泽川身上。顾泽川温柔地查看他的伤势，转身看我时眼神变得锐利。沈西妍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不就一条项链，你至于吗？这是我好朋友，你在别人面前这样打他，他不要面子的吗？
我的手指攥紧成拳，捏得指节发白，当着我男朋友员工的面和他牵手亲热，搂搂抱抱，还未经允许抢我的项链戴在身上。这样的人，请问我需要给他面子吗？你们究竟哪来的脸呀？苏沫沫啜泣着从顾泽川脖颈处抬头。好了，我还你行了吧？委屈你了。顾泽川声音轻柔，像在呵护什么稀世珍宝。我马上给你订购最好看的款式。他小心翼翼摘下金项链，又让秘书给他买了10条新款式，只为博苏沫沫一笑。员工们表情复杂，无不对我表示同情。我坐在他们对面，像极了爱情里最卑微的小丑。KTV 的灯光晃过红色锦盒装的项链，我手一僵，脸上的血色瞬间倒流，走过去抓住苏沫沫的肩膀。顾泽川推了我一把，把她拽进怀里。沈西妍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东西都还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无视他，目不转睛盯着沈西妍略显得意的脸。你是不是拿金项链去改款式了？苏沫沫眼神闪躲，啜泣戛然而止。她抢过红色锦盒，将盖子盖上。顾泽川不由得打量她几眼，把她手里的锦盒重新打开。苏沫沫，我不是和你说过这只是借用一下吗？你怎么能拿去改款式呢？苏沫沫哭得梨花带雨。我错了，我只是看到项链款式老旧，就拿到金店，叫人家改上一些流行的元素。我觉得西妍姐虽然比我大了那么多，但肯定会喜欢新款式的，就想着给她一个惊喜。她泪眼婆娑，一副惨兮兮不能自理的模样，但脸上的狡黠和讽刺还是暴露无遗。我早就忍无可忍，这条项链是我爸和我妈相爱时的定情信物，他曾经见证了他们从相知相爱到结婚生子的全过程。我平时拿出来看都舍不得，可他居然敢做主把项链拿去改款式，就算再按原来的款式做回来，也早就不是原本的项链了。现在项链可以说毫无意义。我气急败坏，伸出指甲朝苏沫沫脸上挠了过去。顾泽川搂着我的腰，不肯撒手。我胸膛急速起伏，怒火已经烧到我嗓子眼。于是我不管不顾，向顾泽川脸上狠狠挠出一道血痕，鲜血滴落在地。顾泽川愣怔一下看我，包厢安静到落针可闻。苏沫沫尖叫着跑上去，手足无措。不就是一条用旧的金项链？泽川送给你的东西都不止这个价，你这女人怎么不知好歹，还出手伤害他？他拿出顾泽川刚送他的项链，摊在我面前。这条1万的赔你总行了吧？要不2条？顾泽川深吸一口气，指着大门口，够了，闭嘴。苏沫沫，你马上回家。苏沫沫眼眶湿润通红，像只受伤的小鹿。外面天黑了，我担心你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能让我先送你回去吗？顾泽川一脸痛苦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苏沫沫不可置信地盯着他看了许久，期待男人心软，会回心转意挽留他，但他高估了顾泽川心目中他的位置。他最大的合作商是我发小，他必须讨好我。苏沫沫到底还是跌跌撞撞离开包厢。我打车回家，顾泽川死皮赖脸，非要跟上来，一路缠着我到家。我把他拒之门外，将他的行李打包好扔出去，顺道提出分手。你不是说我以后想让你干什么你都答应吗？我要和你分手。你立刻从我面前消失，再也不要出现。和顾泽川谈恋爱后，顾母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，她是我妈的闺蜜，自认为有责任替她照顾好我。顾泽川创业开公司，他妈先喂我吃定心丸，说男人要赚钱，难免需要应酬，
身边莺莺燕燕很多，可他儿子是老实人，一定会以我为重，不会乱来。他叫我别太在意那些女孩，过好自己的日子最重要。顾泽川和顾母口中说的一样，不管任何时候都事事以我为重，就算身边有女孩怎样缠着他，做出多出格的事情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，只顾着讨好我，怕我误会。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从彼此间无话不谈到3、2天一个电话都觉得烦，偶尔来我家也像是在过任务，每晚喝得醉醺醺来睡个觉，隔天一大早就不见人影，这我都忍了。我甚至不介意他忘记答应我演唱会的事，可他私自将我妈的遗物转借给苏沫沫，就是对我和我妈不尊重。我绝对不会再原谅他。顾泽川脸色黯淡无光。沈西言，你想清楚了，你和我在一起7年，亲戚朋友可都知道了，你岁数也不小了，离开我，还有谁肯要你？有没有人要不劳你操心？但我一定不会和你在一起。妈妈娴静温柔的模样时刻浮现在我眼前，她和爸爸相濡以沫，感情十分要好。结婚到他逝世，我爸一直将他捧在手心呵护。曾几何时，我认为我以后也能找到这样一段感情。我妈和顾泽川他妈是闺蜜，从穿着开裆裤就认识那种。她也喜欢金首饰，包括我妈爱不释手的这条项链，但她从不敢开口跟我要，哪怕是看一眼。而顾泽川轻而易举就把她偷出来戴在别的女人身上，谁给他的狗胆？顾泽川叹了口气，沈西言，我可以解释，苏沫沫跟我就只是好朋友的关系，她已经在国外结了婚，孩子都8岁了，这次回来只是度假，没有别的。我作为她的老朋友，尽地主之谊带她出去散散心，也很应该吧？要不这样，她要是回国外，我就跟她断绝联系，这样你总满意了吧？顾泽川在我把他赶出去那一刻，掏出备用钥匙，又打开门进来，而我直接没收他的钥匙，将他推出去，再次锁门。趁楼下守着的他不注意，我拎着行李箱从小区后门离开。我妈走得早，我爸拥有千亿家产，从小把我视作掌上明珠。顾母会喜欢我，不只是因为我乖巧懂事，也不单因为我是我妈的女儿，而是我家公司能给顾泽川带来丰厚的利益。我爸清楚，我如果嫁给顾泽川，顾母肯定不会亏待我。但顾泽川斯文帅气，身旁总是艳遇不断。那时候我还小，不懂揣测人心，单纯认为顾泽川也爱我，那我就必须和喜欢的人在一起。而他和他妈妈的态度，也让我对婚后生活心生向往。可我没想到，我们还未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就先决绝地分开。原来真正的离开，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悄无声息的不再见。离开家第2天，家门口的监控录像提示有人按门铃，画面里苏沫沫被顾泽川牵着小手，两人怒气冲冲地来找我。顾泽川发了疯似的砸门，嘴里叫嚣着：“沈西言，你出来把话说清楚，是不是你去我妈面前胡说沫沫是小三了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妈把我名下的房产全收回去，现在沫沫无家可归了，你到底要怎么欺负她才算够？她无家可归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”我用手机远程点开门铃视频通话，冷漠地盯着他俩。这是你的家事，与我何干？顾母对顾泽川一向管教严格，不用我多说，他对他的一切行踪了如指掌。我和苏沫沫不用问顾母，一定选择留我。可顾泽川心在他那，又怎会轻易妥协？我鄙夷地嗤笑一声：“顾泽川，你带着他还提着行李，该不会给我戴绿帽还不够，想让我收留他吧？”
人见则无敌，我今天算见识到了。苏沫沫受了惊一样，躲在顾泽川身后，环住他的腰。姐姐，我真的无处可去，我答应你，只住几天，等找到合适的房子，我立刻搬走，行吗？我懒洋洋抬眸，不行，看见你就倒胃口。他脸色苍白，稍显不悦。我听说你都和泽川哥哥分手了，这房子是以前他送你的，说起来也是他的东西。我厌恶地瞪着他，这关你什么事？我让你滚，你就得马不停蹄地从我面前消失。苏沫沫掩面啜泣，十分委屈。顾泽川恐怕没告诉他，他会送我这套房子，是因为他创业的基金都是我爸帮忙出的，他赚了钱，给点分红不应该吗？顾泽川搂着苏沫沫，轻拍着她后背安抚。他把她带到公司总裁办公室，让她直接住进去，还不忘发信息磕碜我。沈西言，苏沫沫说到底还是我的好朋友，做人做事你最好给自己留点后路。我去公司安排离职手续时，顾泽川正出去外面谈项目。苏沫沫听见我来公司，迫不及待过来凑热闹，想看我出洋相。顾泽川没在公司，他换上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，见到我手上那枚昂贵的粉钻戒指，他恨得牙痒痒，甚至提出让我脱下来给他。沈西言，你不要脸，你已经拿了泽川哥的房子，分手怎么好意思不把他的礼物悉数退回？我猛地转身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太用力，自己手掌都火辣辣的疼。我抬起他小巧的下巴，居高临下，原来你是喜欢这些钻戒啊？你以为是我欠顾泽川的，其实这不过都是赔偿，让我退回去，好叫他转送给你吗？只要你当上他女朋友，以后还不是想要多少个钻戒都有。7年，那136枚钻戒，我拿到专卖店回收时，竟然得到几亿。苏沫沫骂我是快，让顾泽川找我算账，把钱要回去。顾泽川却丝毫不在意那几亿的事，他开始明白我下定决心要离开他，惊慌失措地赶到专卖店门口。我想离开，他堵在门口不让我走。沈西言，你不要小孩子脾气行吗？我和苏沫沫之间真的没什么，他很快就出国了，我们会像以前那样恩爱。你不是说过最爱我了吗？我绝不会放你走的，我不要跟你分手。我一脸冷漠，或许从你送我第1枚钻戒开始，我对你的爱就已经消亡殆尽了。你不想承认分手也没关系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顾泽川把我死死抱在怀里，我狠狠咬住他的肩膀，可他皱着眉，就是不肯松手。不远处追来的苏沫沫声泪俱下，她掏出手机，照片里的8岁小女孩躺在病床上输液，唇色煞白。苏沫沫跪在地上向顾泽川求助：泽川，你快陪我去医院，我们的小宝生病了。我狠吸了一口气，嘴里灌进的空气就像刀子一样割着疼。顾泽川目瞪口呆，苏沫沫却哭得浑身颤抖。顾泽川还是搂着我，只不过放松许多。我恶狠狠将他推倒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去。沈西言，顾泽川的声音支离破碎，苏沫沫断断续续的啜泣声传来，他撕心裂肺喊叫着：泽川，小宝得了肺炎，发高烧住院了，她是我们的女儿，你不能坐视不管。回老宅路上，我心口像被人砸开了一个洞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荡荡的感觉，连想哭都哭不出来。在一起7年了，说没爱过是假的，但我没想过能绝望的那么彻底。一路狂飙，爸爸已经带着佣人在老宅门口迎接我，熟悉的温馨笑脸，以及他那杯让人暖心舒适的热茶，让我的眼睛酸胀得厉害，泪水差点猝不及防。我的心好痛，
爸爸什么都没多问，和我聊着家常，关心我需要多吃一点。晚上让大厨做我爱吃的荷花酥，累了就多回家看看。爸爸永远是你的最强后盾。我闭着眼睛不敢睁开，生怕眼泪落下。睡了一觉，醒来时家里迎来客人，顾泽川的父母就坐在客厅，跟我爸不停道歉，说让我受了委屈。顾母拉着我的手，脸色难看。这事是泽川考虑不周，你不肯原谅他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这样的渣男，我们何必为了他受气？我能想象我妈在时，顾母这样的闺蜜得多给力。当初顾泽川创业，顾母就让他把公司股份给了我80%，他原本想全给我的，是我觉得不合适，所以他才退一步，必须给这么多。她和我妈是闺蜜，性格也极像，好像一刹那间，我看到我妈出现在眼前，我倏然泪下，扑进她怀里。阿姨，小宝是泽川和苏沫沫的女儿。顾母手一顿，恨得直咬牙。好啊，我不让她接近那朵白莲花，她偏要跟我唱反调。现在捅出篓子，让她自己收拾去。反正我坚决不会承认他是顾家人。恋爱第3年，顾泽川向我求婚，第1枚钻戒套在我左手无名指上。那天傍晚，我看见他和一个短发女孩有说有笑从香奈儿专柜出来，他为她剪去鬓边的海棠花。他发誓，那女孩是跑业务的，他们只是谈得来的朋友。为了让我放心，还特地向我求婚。但我思绪开始混乱，在接下来几次求婚中，我都表明立场：我们都热爱自由，不该被婚姻束缚。再等等吧。顾母宠着我，也没有强迫我，而顾泽川开始变着法给我找精致的钻戒，却绝口不提结婚的事。我没想过他早在外面组建了家庭，有漂亮的妻子，有可爱的女儿。顾泽川的父母怒气冲冲离开了。就算苏沫沫能顺利生下顾泽川的孩子，可他终究还是无法踏入顾家的大门。因为苏沫沫和顾母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。我在别人口中听说，顾泽川不是独生子，他曾经有个哥哥。不善水性的苏沫沫早恋，被甩后喝了酒，一心求死，跳进水里，却开始求救。恰巧顾泽川的哥哥放学路过，义无反顾跳进水里把他捞起来。可他却被醉醺醺的苏沫沫拼命按进水里，活活呛死。最后苏沫沫被人救上来，还责怪他哥不该多管闲事。顾母查看道路监控，得知真相，恨极了这蛇蝎心肠的苏沫沫。可他没想过多年以后，顾泽川竟然会迷恋上他，甚至要将他娶回家。顾母办事决绝狠辣，他不喜欢的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讨到他的欢心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顾泽川不陪着苏沫沫和他女儿，天天待在我家门口等我出现。他在我面前扇自己巴掌，求我原谅。沈西言，都是我不好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爱的人始终只有你一个。小宝是我酒后冲动才有的，我让苏沫沫去打掉的。没想过他会偷偷生下来。你如果不喜欢他们，我会让他们回巴黎生活。他回来后，也是他一直缠着我不放，说他和小宝没地方住，我才把他收留在身边。到了晚上，他恬不知耻勾引我，我才会把持不住。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按下大门密码。你的私事不用向我报备，我们早就没关系了。隔天我就听说苏沫沫母女被人从公司赶出去，流落街头。苏沫沫赤红着双眼，给我发了一长串信息，将我骂个狗血淋头。我这人记仇，谁伤害过我，一定得付出代价。当天我在医院拿到小宝的病危通知书，单子上的父母那一栏
写的是苏沫沫和顾泽川的名字。而我还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：苏沫沫之所以回国后这么嚣张，是因为她灌醉顾泽川，和他一起拿身份证去登记结婚。她为了当顾家少奶奶太过心急，甚至忘记她还有一个国外领证结婚的老公。我在她的微博小号保存了他们秀结婚证的照片，并且联系上她巴黎的丈夫，还好心将小宝的亲子鉴定一起发给她。重婚罪情节较为严重的，会判处接近2年的有期徒刑。苏沫沫被抓当天，顾泽川带着孩子喜笑颜开堵在我家门口。夕颜，苏沫沫去坐牢了，她把我算计得那么惨，总算恶有恶报。她兴高采烈讲述着苏沫沫被她老公起诉的全过程，好像那是别人家的事。苏沫沫要关2年才出来，可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们一起把他养大，好不好？我马上就和苏沫沫办理离婚手续，我们可以生个儿子，给小宝当弟弟的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满是不屑。顾泽川，你会不会太高看自己了？你觉得你离了婚，我就会迫不及待凑上去吗？夕颜，我知道你是吃苏沫沫的醋，可她现在离开了，我们该回到从前了。我为什么吃醋？我面无表情。我早就想和你提分手了，我不爱你了。你送我的那些钻戒，你以为很用心，觉得我会很感动是吗？其实我特别倒胃口，那些都是你的猎物丢弃的礼物，所以才会辗转到我手里，恶心至极。顾泽川眉头紧蹙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么多年我在你身上付出的不算少，你不能说离开就离开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外头有人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的发小，还是公司里的哪个男员工？你瞒着我做了什么？不会连孩子都有了吧？啪！我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清脆悦耳。你以为人人和你一样渣吗？他捂着脸回过头，眼神诧异。我怎么渣了？我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。这些年，我可是把你捧在手心呵护的，谁不知道？那我真是谢谢你这些年的呵护了。你总是找些年轻女孩一起来呵护我，我承受不起，请你滚吧。他下唇被咬出一道血痕。沈夕颜，你信我？除了你，我只有苏沫沫一个女人，其他女的都是自己贴上来的，我连手指头都没碰过。你是从哪个马桶刚爬出来的屎？说话太熏人了，躲远点。他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而我捏着的手机里藏着顾泽川昨晚和辣妹出入酒店的拥吻视频。5天后，顾泽川从自家公司被除名，顾母将他当初执意握在自己手中的20%股份转送给我，并把顾泽川踢出公司总裁之位。他搂着我的肩膀，叫我振作起来。男人可以慢慢找，但女人一定得实现经济独立，才能真正当个人生赢家。阿姨支持你和别人谈恋爱，我儿子不是东西，让他去外面磨练磨练也挺好，是他自己活该。孩子确实无辜。顾母把小宝送去寄宿学校，希望他能得到好的教育，而顾泽川住在贫民窟，雪天连暖气都用不起。他再也没空和女生约会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下一顿能不能吃饱。初中辍学的他甚至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去帮熟人洗碗，月入2000，连买菜都要掰着手指头算。在见面时，我的丈夫替我打开他送我的劳斯莱斯幻影车门，我缓缓下车，正对上穿得破烂不堪、一脸窘迫的顾泽川。少年的意气风发早就被生活磨灭，他苍老许多，还长出许多白头发。后来一段时间，他失踪了。顾家也算大家族，财产不能没人继承，于是顾父在亲戚中认了一位干儿子，
几经周折，竟然成为我现在的丈夫。顾家父母成为我的公婆，我尽孝西前，连同小宝也被丈夫当成亲生女儿看待。她如今已经考上重点高中，学习成绩优异，而我们的儿子正在念小学6年级，活泼可爱。落寞的顾泽川有一脸剃不干净的胡须渣子，见到我转身想逃，我让他留步。丈夫长居外地，打小没见过顾泽川，温柔地问我：“你朋友吗？晚上一起去吃顿饭吧。”我做东，一老朋友，你先进去饭店，我待会就来。顾泽川在老公走后痛哭流涕，他忏悔着过往的一切，生活的压力将他压得喘不过气。他在苏沫沫坐牢自杀的第2年，也患上了抑郁症，一度想了解自己，被病痛折磨着。希言，如果我当初没有接待从国外回来的苏沫沫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同？你会嫁给我，对不对？我笑着摇头，不会。失望从来不是一瞬间产生的，是在每一次承诺了却又无法兑现的时候，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。当泡沫一个个破掉，最后一个碎掉的，就是那颗曾经充满期待的心。然而，收拾一下你的心情，你就得重新启程了。为了接下来能遇到的人，更为了你自己，一起加油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